好，我们直播开始啊！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这一期北京对话毕移民，欢迎毕先生。好，北京好，北京的听众、观众们好。哎呀，今天是非常荣幸啊，我们邀请到一位真正的老前辈啊，我们毕移民先生呢，我们今天破个例吧。一般来说，第一个新到我们这个这个频道啊来做对话的嘉宾啊，第一次都要做一下自我介绍。但是您呢，这个履历太丰富了啊！如果让您从头到尾说一遍，我们这时间就都用在这儿了，因为后面真正想要问您的问题才是更精彩的问题。那我就简单跟我的观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啊。我觉得，毕先生呢，其实最早是在1976年4·5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深度的介入到中国这个民主化进程的一些改变啊。他不仅是见证者啊，也是参与者。那么整个80年代啊，做了非常多的事情。这个具体的毕先生的这个履历啊，个人简介啊，大家可以在本期节目的说明文字里啊有非常详细的介绍。那么然后就到了8964的时候了啊，那毕先生也是积极在参与，而且最难能可贵的呢是8964之后啊，毕先生参与了非常多的就是营救这些学生的这些事情。啊，包括大家熟悉的啊，鼎鼎大名的王丹呀等人啊，这个毕先生都参与过营救。那么包括近些年啊，到海外来之后，看到海外民运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毕先生也有非常多的个人的思考，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要跟您去深入去聊的。还有一个小趣闻啊，我觉得想跟观众朋友说一下，就是刘晓波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那么刘晓波呢，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啊，你看我们这儿今天带来了啊，这个是诺贝尔和平奖它这个诺奖的啊官方用的照片啊。这张明信片是我在这个瑞典这个诺贝尔奖的博物馆里买的啊，这个刘晓波。然后我是等于这2天我才知道这张照片是您拍的。对啊，这个小故事您可以给我们先讲一下吧？好，拍的这个照片啊，对。这个我先说一下关于我的介绍。介绍是钱女士啊，介绍我和上北京的这个对话节目。然后呢，钱女士从网上收集了我的一些资料，她撰写了我的个人的简历。然后呢，她可能给了你也给了我，我当时就跟钱女士说，我说这里有很多东西啊，可能是有误。后来我又跟你发完以后，后来我就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更正一些，把一些不实的东西啊，张冠李戴的东西给删去，还有一些那个赞美赞誉的东西，我基本都给删去啊。人嘛，人都是那种这个人就是一个人啊，人不是好的这个动物，所以来讲呢，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一直在说啊，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你在这个时代你赶上了，然后你按照自己的价值倾向，是吧？你尽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这么做，你将来以后你内在的是会很开心，起码不会自责。是这样。第二呢，就是属于北京，就是您这个节目，我一直在关注一直在关注。所以来讲呢，我就一说你要邀请访谈我干嘛呢？哎呀，我觉得我也很荣幸，是吧？因为您这个节目啊，它是一种理性的、思辨的、中性的，所以来讲呢，它是建立在一种事实的基础之上的，我非常有价值也非常有特点，这也是我们海外自媒体所需要的这样的平台我再跟你讲这个谁啊？你刚才提的这个廖晓波的像我跟廖晓波我们也都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呢对，他那个是我们是在07年这个包作信去世我和廖晓波我们这个一块组织他的追悼会，我呢就带着相机去的相机去我就是现场摄影摄影完了以后呢，晚上我要到他家去导照片，要把我摄影的录像的导他电脑上。那晚上都几点了？都快12点了。他和刘霞太太刘霞在。导完以后，他说：“呀，你拍的不错。”他说：“你给我照一张。”
啊。他说你给我照一张吧，就晚上。我那相机啊是这个 Canon 啊D5啊，光圈是16的大光圈。07年的时候，这个数码相机您差不多也就是不800万、1000万像素左右吧？对，所以你看没有，它那光线那么暗，就是效果还那么好。我是一直很早就玩相机的，然后呢，乒了乓啦就给他照，是吧？这个我原说我说刘霞你是搞摄影的，你就给他照。他说我才不给他照呢，啊！后来得我就给他照，照完以后他拿出来说你怎么给我照的，照的这样啊？他非常不高兴。我说你长得就这么丑啊，是吧？我说你长得就这么丑，啊，所以来讲呢，我说下次有机会啊，到时候我再给你照好看的啊，就是然后就走了，就这么一个过程啊。然后呢，就再也没有机会给他以后就照这个相了是也没有机会啊，就是特意拍照片，因为刘晓波他是不喜欢拍照的啊。然后我是给别人拍照，但是我自己也不喜欢拍照的，所以就这么一个小故事，没想到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诺奖的时候，这个高瑜大姐呀，她就跟我说，她说现在诺贝尔基金会啊要用这张照片啊，我也不知怎么就是到诺贝尔基金会那儿去了，可能他选了很多照片啊，要用这张照片。他说的哎，找摄影人是你啊，他说你要写一个授权，把这张照片啊无偿的捐赠给诺贝尔基金会啊。然后呢，它可以有版权，可以做宣传，如何，包括所产生的收益，这都跟你没关系，就是好不好？我说我太荣幸了，所以我当时就赶快签署了这个协议，这张照片的版权就归了诺基会，包括你看，它是可以干嘛呢？它是可以去修版或者以各种形式作为宣传，它还有大的这个就是属于我给他照的照片还有别的。还有是什么呢？就在诺基会上，刘晓波在狱里不让出去。那么诺基会的主席坐这儿，旁边一个空椅子，空椅子上边放着照片，这张照片就是我给他拍的，屏幕上还放了大照片，我倒是把这个小文呐，就是一张诺贝尔基金会的照片，这是我后来写的这一个小文。当然，你以后你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放到网上，好吧？好。我再问您一个小问题啊，您还记得当时拍这张照片，镜头用的是什么镜头吗？我镜头是刚才讲了是什么呢？就是用的光圈16的，就是我的镜头是16的镜头，大光圈，广角拍的。广角，它必须是广角，因为什么呢？它是半夜他家的光线不好。这张照片是用16广角拍的。对。所以他很多东西，要搞人物摄影的话，这个完完全全的，这个根本就是上不了台面的，也就是一个机会。有意思，因为我学摄影出身的，我等于也有一个身份，算是摄影师啊。我等于我用16的大广角已经拍了10年了，而且是只拍黑白照片，所以我对16这个焦段非常的有感情。我没想到您是用16拍的啊，太有意思了。以后到时候我们来交流，我来切磋。我来那这样啊，我们现在要进入主题了啊，因为后面的内容更精彩啊。我们直奔主题吧。今天是关于8964的一个我们叫反思专场反思。但是反思的这个角度呢，可能有点独特，因为我觉得，尤其我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的是说，一说8964肯定是说这个对于中共的一个批评啊，你是一个天安门屠杀呀，你是一个血腥的镇压，全是这个角度啊，全是政府的责任和中共的责任，这个我们不否认啊。但是我想提醒观众，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是要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我拜读了一些您的一些文章啊，一些观点，就是您认为当时被镇压的一方，也有反思的义务，是吧？对，我们谈我老说我们谈呢，就是我们从概念开始吧。什么叫反思，是吧？反思的话，它是一种自我的觉悟，自我的研讨，
自我的对自己所做的事儿，或者是一种历史的一种回望，一种总结也叫一种升华，这叫反思，是自我的，不是他我的，不是别人强迫你做检查如何如何，不是。所以这反思是一种自我的觉悟，是吧？该不该反思呢？有没有反思呢？没有定论，完完全全是一种个人的自我行为这叫反思。第二，这种反思它不是批判，它也不是对任何事情的否定，它是一种总结归纳使我们的认知提升所以反思来讲呢，并不涉及他人，更不是因为我们的反思了我们反思了或者我们在自我研讨了就涉及到干嘛呢？给这个政权就给洗地了，就给他洗白了你看我们这儿做的是错误的，这儿做的不对的，那你这样说的话，那你就证明这个政权镇压是合理的，你就给他洗地了。我觉得这是没有概念，没有概念，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关系所以我就把我们反思的概念要弄清楚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刚才提，就是我们6·4的性质6·4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当然了，这个不同的人、不同的参与者这个中共的政府然后或者国际社会都有不同的评价都有不同的评价。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呢，这个就是海外圈华人圈也好，民运圈也好，这个就是属于这个6·4民运这个中共的叙事来讲呢，先是6·4的这个反革命动包乱颠覆，他们目的是干嘛呢？推翻中共的这个政府中共领导，然后颠覆合法的政府对吧？然后呢，以后来讲呢，就是又变成了是6·4风波。6·4风波是在79年的春节的时候，李瑞环当中央书记书记的时候出来，他就说6·4风波评为一下嘛，是吧？6·4风波，那也有是变成6·4事件那海外来讲呢，这个民运团体吧这个不仅是6·4民运了也是6·4屠城6·4屠杀天安门屠杀天安门屠杀，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还有6·4惨案6·4惨案，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这个历史事件的评价不同的人不同的视角它代表一种不同的利益那可能是吧，它会有不同的一个称谓我们讲是什么呢？这个哈姆雷特只有一个但是人们嘴中的哈姆雷特那可能有1万个我们就对同样一个事实我们是怎么看。那今天你这个主题很好在哪儿？我觉得就是我个人一直怎么认为的，所以我一直是在坚持我一直在坚持这6·4的定性您怎么认为？对6·4的话用现在的海外民运叙事是一种推翻中共政权的民主革命运动，革命革命运动，革命运动，对，它这个革命运动叙事，我认为这不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历史事实是什么？它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学生和知识界提出了合理的自由民主
人权、法治啊、反腐啊这样的诉求啊。然后呢，它是跟我们这个体制是吧合一为进行改革的啊，它不是革命的，它不是推翻打倒的，而是说它要求改革、改良、更新的，是吧？这样的话，在体制框架之内，逐步完成中国公民社会或民主化的逐步转型，是吧？这里边来讲呢，不仅是体制外的诉求，我们作为体制内的主导力量啊，改革派，我们叫改革派或开明派，是吧？或者说体制内的，或者说保守派以后变成镇压派，这体制内也是斗争很激烈的，啊。所以来讲呢，我们80年代是吧，体制内和体制外，实际上来讲对这个改革呀，啊。这个经体改革、政体改革都已经形成了一种合力的东西，但是来讲呢，出现了瓶颈，啊，所以这个45他这个是因为周恩来去世，啊，我们64也是4月15号，因为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引起的。所以它事情的起因是因为中共的总书记去世然后呢，我们的学生也好，社会也好，是为这个总书记鸣不平的，然后提出了我们的自由民主、宪政、人权反腐的这种诉求要求这是起因它起因就不是针对推翻这个政权的为目的的，所以这个过程之中然后呢，这个没有很好的，或者说也不可能很好的完成这个就是属于改革为实现改革而有序的进行这种对话呀然后呢进行这种理性的回归然后呢最后就造成了我们64的这种镇压惨案所以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目的和你的方式是相悖好，北京先生。哎呦，我的天哪！您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哎，我能听见，刚才你黑屏了没事。哎呦，这个做了100多场对话，这是第一次我自己被弹出去了。好，这我从来没遇到这个状况，我都震惊，然后才发现您这边还可以继续说。这个是不是今天这个话题太敏感了？OK， 那恢复就好了那就是刚才您其实已经我可能有一段没听到，但是没关系，应该观众朋友听到了我觉得关键的一个点我总结一下其实就关于64的一个定性，我觉得观众朋友简而化之其实就专注在这个2个词，对吧？64究竟是一场改革还是一场革命？这是可能最重要的2个点。那么现在的海外民运的一个主流叙事认为那是一场革命，然后呢，因为要革命，所以呢被中共给镇压了，是吧？然后这个镇压的过程非常的血腥死了很多人，是这么一个叙事。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当年的现场，那么在现场，无论是绝食的这些学生们，还是一些知识界的喊出一些口号的人。那我觉得当时我们有回去看一些纪录片包括看一些文献，我发现他们的诉求并不是革命，不是说要推翻中共的统治，而是说只是提出一些比如说很具体的诉求反关岛反这个什么一些要求，然后后面就上升到一些普世价值的东西，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我们要什么什么，就是而且是积极的在和官方在进行对话。那既然是对话，它就不会是革命嘛？那革命就已经是刺刀见红的事情了。我要推翻你，对吧？是一个你死我活的状态。
但是当时还是在对话的，还是在想找到一个能够协商的一个点的，并没有完全说撕破脸。直到说这个广场清场那一刻，我相信很多在场的人都是为什么那么惨烈，就是因为很多人没有料到会发生这个清场的事情。对，是，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啊一定要尊重啊历史事实。我觉得啊，不要站在一种啊主观的意识形态的啊这个漩涡里边，这是对这是对这个历史啊是有害的，对我们后边人参加民运的一些人是吧，也是有害的，因为他们没有真实的情况啊。那么作为我们这些参与者或者经历者啊，亲历经者，我们有责任，我们有道义，我们要说出真实的历史啊，真实历史。我就原则上我没有经历过的，我原则上我不给予任何定义和判断啊，但是我经历过的，我就一定干嘛呢？要实事求是的说出来，因为这是历史，这不是个人的啊，这个意志啊，也更不是说通过这6·4，现在我要给他做一个什么革命叙事，那我们当时啊付出了多大的牺牲，或者作为一种这个政治需要，或者作为一种个人利益需要，或者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啊，我们来这么去说，我说这个东西谁要去这么做，他是对历史是不负责的。为什么？你是谎言。我们的反思并不是说37年以后才有，我们的反思是在6·4被镇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我是负责营救这些学生留学和公知的。6月啊，就是给419啊，就是519宣布戒严的时候，我觉得这问题就已经没法解决了。那赶快干嘛呢？就做这个营救工作啊，做营救工作。营救工作干嘛呢？他就是赶快就是找地方藏身呐，而且不是一个地方，比如说2环、3环啊，哎，你得先去这么找啊，包括郊外啊，你包括河北省。刘刚最后在保定被抓的话，以后这都是故事，以后都可以讲一讲。那是我给他藏到这干嘛呢？就是深山老区里边去了啊，类似啊。你比如说那个房山的窦店苏区那儿啊，这远的都是这样啊。那么6月5号啊，我又接着王丹，我开车，面包车，王军涛坐我旁边，王丹就坐在我身后，包遵信啊，可能还有杨涛啊，还有是北京铁改所的孙立啊，可能有这么几个人啊。我就是属于带着他们赶快，就是说先去到这个郊外的隐藏点儿。王丹跟我说，他说你要给我送北大去了。我说干嘛？他说我要组织抵抗。他说我要组织抵抗。我当时我就火上来了，我就很激动啊！我说的王丹，你认为是吧？发生这样的这个流血事件，是共产党愿意发生的吗？你认为发生这样的惨案，死了这么多的人，你们学生领袖，你们难道没有责任吗？多早就劝你们呀，叫你们撤出广场啊，然后撤出广场，给我们这个党内的这个改革派时间，不听话呀，我说现在还要再带你到北大去抵抗，
你是公众人物，你这振臂一呼，肯定市民还都来。我说我在街上喊没人理我。我说正因为是你们不撤，所以市民就要上街保护你们，啊，市民上街保护你们，死了这么多的人，主要还都是市民呐。我说将来以后有机会招血也好，你们学生将来以后会招血的。我说这些市民啊，都是暴徒，他们可能永远得不到招血。我说你们欠了北京市民呢一大笔债。我说现在来讲呢，就是你要听话啊，到哪儿就要到哪儿。我说的不要再折腾。我说的这个话，为什么记忆这么深？就是当时那个场景啊，我说这个话，是吧？王军涛还都活着，包存信他已经去世了，王军涛先生已经还都活着，这个孙俪还都在，包括这个杨涛是不是在车上啊？这个一直，凡是在车上的人都是可以给我作证，而且我跟朋友也好，跟圈子里也好，我重复这个事实话不止一次了。如果王丹先生认为我说的这个话有误，也请王丹先生出来纠正一下。您说的这个视角非常的罕见因为在这个海外民运或者反贼圈所谓的这个主流声音里，这些当年参加8964的这些学生领袖王丹吴尔开西等等包括当然柴玲不怎么出来了那好，就是包括我有时候会经常对话的这个郑旭光先生等等的，就这些学生们我在他们的嘴里，当然我很尊重他们，但是在他们的嘴里我听不到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视角，就是他们认为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那这当然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我想我们进入到具体的问题，我想问您，学生当时如果不继续绝食，在一个合适的点撤出广场您认为这个事情如果这么做了有多大的意义？这个意义在哪里？我们的意义就是我们这个主题。因为你学生上街，学生示威游行包括你学生以后到广场去绝食，你是认可这个体制的，你的诉求是改革，你不是革命。如果革命的话，你要有组织，你要有纲领你就不是一种街头政治形式了。所以我们的这个64的这个学运呢，它是性质是一个街头政治的这个形态然后呢，你面对的是谁呢？你面对的是一个集权体制这个集权体制是权威嘛？当你自由和权威相对冲的时候，那就是如果你不妥协的话那后果那一定干嘛呢？权威要灭到你的自由这个逻辑很清楚。并且初衷并不是要推翻这个体制的，是吧？我们从我们这个415是吧？胡耀邦去世，我和军涛正好在大西北呢接到电话，我们马上赶回北京来了，对吧？是吧？因为是胡耀邦去世，所以学生来上街，学生来游行参加追悼会，提出7条，这个7条都有历历在目。7条哪个是要推翻打倒共产党的？没有。有吗？没有。以后你们再去以后再去绝食的广场绝食的，你们提出的条件是什么？不能清算呐，是吧？主要要维护我的权利，维护我的安全，对不对？你们必须政府答应我的条件，不答应我的条件，说实话，那我就不能撤。这变成一种政治博弈了我们在513的时候
啊，在5.13的时候，我们正好在经济学周报开会，我们其实前一阶段都是在做学生的工作，啊，就是见好就收。什么叫见好就收？因为你的学生身份，你是提出问题的，解决问题不是你，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政府，因为它是一个国家机器，它是一个权力部门，是吧？学生是提出问题的，这是你的社会角色。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学生，你要一味的干嘛呢？我提出问题，并且我还要解决问题，是不是你自己的社会角色认知的误区啊？对不对？我们讲这就是一种街头政治的形态，它是没有办法，街头政治全都是这样啊。我们反思的东西不是说批判啊，也不是说你这么做什么对什么这么做是不对，我们并不是一种批判选择，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干嘛呢？是反思，在研讨，在总结，在归纳，在分析这个现象，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你开始的初衷，你达到这样的一个，就是属于6.4的达成6.4的这样一个这个被镇压惨案的这么一个结果呢？而且这个结果并不是你们所希望的为什么是你初衷要和体制内要进行这个合理的进行一种体制改革改造，是吧？那怎么就变成了干嘛呢？就是推翻打倒不共戴天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街头政治和我们集权的这个政府体制它的原因，也是刚才我讲这个自由和权威的冲突我觉得可能有一个点我们在这儿可以给，就是因为我的频道的观众朋友都相对的比较年轻这回现在换毕先生被弹出去了是吧？稍等一下您能听见吗？我们今天这个事故频出行，我先说吧，因为您现在这个画面没有我先说，我觉得因为我的频道的观众朋友都相对的年轻一点那可能站在现在这个视角，您说。抱歉，我打断一下，我现在能看见我也能看见你。对，但是我现在能听见您的声音，但我看不见您可能稍微。那好，那好。我们等一下，如果还是这样的话，您到时候不行可以考虑，就是说退出再进入一下，可能就好了。我先把我的话说完吧。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去回看6.4因为又从89年到现在又过去了30多年，可能累积了更多的对于中共的失望，对吧？那所以就会变成了一种什么叙事呢？就好像想要救中国就得推翻中共好像当年的8964就是推翻中共的一个最早的一次革命似的，就很多年轻的反贼脑子里是这么一个印象。但是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当年8964那些学生他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共的话，这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对吧？那你为什么只在广场上静坐呢？你为什么只在广场上绝食呢？你为什么没有直接冲击人民大会堂或者直接冲进中南海呢？为什么没有说直接把邓小平给抓出来呢？就很多的事情，你的做法根本就不是在革命，就是刚才这个毕一民先生说的，没有在革命，你没有要推翻中共，你喊的口号，你最初的诉求，包括后面发生什么变化，就是说最早学生们涌到广场是为了纪念这个胡耀邦的逝世。对吧？好，这么一种情绪导致学生们到广场上去，这个行为不是说要推翻中共只是有一种情绪在这里。好，对这个社会对这政党有一些不满。接着有一个426的社论出来，那这个426社论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做等于就是把这种行为定性成是一种反革命什么的。那这是后续的学生绝食跟政府谈判的一个关键的点，就是想让政府把这个426社论给收回去。就你不能够说，因为我现在我可以撤出广场，我可以回到校园，对吧？但是你这个社论还在，你对我在广场上聚集的这个定性是反革命的话，那你后面会对我进行一个秋后的算账。那当时学生们的很多的诉求是在这里，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撤回去，你要保证不对我进行秋后算账。
那这个也不是一个要革命，对吧？当然了，围绕着这个还有很多其他的诉求，但这些诉求，你现在真正去回望的话，真实的历史是他们都在要求共产党进行某种形式的改革。那当然，改革就跟这个毕一民先生刚才说这个革命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你改革的话是你要有一些妥协的，那你的这些学生就是只是提出问题的人，就是我觉得你有这些不对，这些不对，对吧？我要求你改革，那谁来改？不可能是你学生搞一个委员会，直接进到这个政府部门，这不是文革，对吧？你不能说我弄一个革委会，我就把你这个政府给接管了，我来替你改这些问题，对吧？你还是要在体制内，在他的这个法律框架内，在他这个程序范围内去进行改革。那如果你完全不认同中共的这些程序，不认同他这些体制，那 OK， 你可以去推翻它，这个叫革命，对吧？但你当时没有在做革命，你是改革。那改革的话，你得把问题交给你还想继续合作的这个体制内去改革。那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很多的一个争论，什么所谓的胡平先生说的见好就收啊，或者包括毕一民先生说的你这个学生应该到一个合适的时候，你就应该撤出这个广场，留给这个体制内的这个改良派、改革派或者开明派一些时间去消化你们带来的这个冲击。所以我下一个问题就想问您就是您觉得就这一路走来这几个阶段426社论啦、绝食啦，包括最后的这个戒严什么的，您觉得在哪个点上还有撤出这个广场的可能？包括您刚才说了，也有去劝说学生，去跟他们去谈。那么在这个谈判的过程，据您的了解，有没有就是某一个点学生们是想撤的，或者有可能能撤的？给我们讲一讲这些内幕的事情。好，这个有很多次机会机会不止一次和2次，我给你讲一下。我先讲这以前，我再补充一下关于为什么它是一种6·4它是一种改革6·4 4·26社论你刚才提了这一场严重的社会动乱然后呢6·4镇压，然后呢是反革命动暴乱，对吧？然后后边抓人也好，后来审判91年审判是我回到北京，我来召集主持这些人是吧？有刚从监狱放出来的还有从外地跑回来了我召集主持，请律师要打官司，给定的什么罪呢？罪名是什么？就是说煽动颠覆政府，判你的罪名就是煽颠，就要推翻这个政权。这什么意思？这就是你们那是革命吗？但是又不是革命，所以我们的律师也好，还有这些参与者也好，都是否定政府给扣的这个帽子。我们不是反革命，我们也不是颠覆你的这个合法的政府我们也不是要推翻共产党，我们是提出我们的诉求，提出我们的伸张我们的民主权利，我们是要进一步的社会进行一种政体改革，我们要消除腐败我们也等于说我们是这个是帮着你这个体制在修正的，对吧？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是什么呢？这里就有一个悖论。如果你认为是吧，就是我的目的我们的6·4，我们上街，我们目的就是要推翻你中共领导的政府，那么人家杀你也好，抓你也好，判你好，它是合理的。我说的合理是什么呢？是它这个体制性质，它是合理的，是吧？你看看，而且人家可以干嘛呢？公开的说，你看这是他们目的吧？那我镇压就是合理的。如果不是推翻政府的，是
吧？不是革命的，我就是一种改革的、改良的，是吧？对不对？那么你为什么不能去妥协呢？这是我们反思的啊，清楚了吧？哎，我不知我们这些啊，这个民运啊，民运领袖们啊，这个当时的学生领袖们啊，是怎么现在是怎么考虑的啊？如果说在有些问题上认知不一样，我特别希望就是并有一个建议啊，你可以开个平台，我们作为一种叙事平台、辩论平台啊，这样的话更能回归事实。我可以跟任何人辩论啊，依于事实基础，这是第一。第二来讲，你刚才提的是，就是说我们撤出广场有没有机会的？太有机会了，是吧？太有机会了。513是吧？513，严明富啊，还有这个周舵啊，李肃啊，郑也夫啊，他们这些啊，这个开会不是说要找学生啊，而是说开不下去。关于这个中国这个知识界的问题呀，就说现在学生上广场了，我们怎么办？都很焦虑啊。15号哥巴乔夫就要来，是吧？最后来讲呢，就是说，这个陶思亮啊，他们就是陶思亮是6局的局长嘛，都是在的会，最后统一的出了一个主意，给谁？给严明富出了一个主意，就说我们是不是找一下北京有影响力的公知界啊，找学生领袖开个会，劝说一下，让他们撤出广场。当时我们下午了，我们正好子明、军涛、闵琦啊，我们可能还有，还有谁啊？反正何家栋、何老啊，高瑜大姐是吧？高瑜也是我们的这个主编之一嘛。我们正在开会啊，这个谁郑也夫就匆匆忙忙开着车来了，而且带了可能他带了3辆车，就说现在严部长说的这个现在很着急，就是学生进入广场了，是不是要开会？说我们得要去劝劝他们去啊。这时候来讲呢，说你们都有影响力，应该去。这时候我觉得啊，我和那个子明是有事儿，是吧？然后呢，军涛就说行，他就和闵琦他就去。我当时还调侃了一下，我说正在抓黑手呢，我说去了不是就成了黑手了吗？是。这个军涛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已经到这时候了，说的说也别想那么多了，真是啊，那个我觉得这就叫道义啊。我们一直是被盯着的啊，重点被盯着的。所以来讲呢，去了是去了很多的人啊。你可以详细的话，你周舵有文章记录啊，详细的刘晓波是吧？严明富，我们学生领袖是王丹啊，什么王昭华，凯西去没去啊？反正因为我没参加会啊，但是我从这个谁军涛以后跟我说的一些情况是吧？就然后还有闵琦，就是我们所说一些情况，包括是什么周舵的文章记述的，已经谈了这么一宿，已经谈通了，王丹同意了，同意了干嘛呢？我们就先撤出广场，保持对话。您说的这个已经谈妥了，说当时是具体是哪一天呀？5月13号夜里开始，5月14号凌晨，513他们进去了吗？谈了一宿吗？5月14号凌晨了，而且严明富来讲呢，这个很高兴，他说我立刻向中央汇报，听着吧？就是你们是有诚意的，你们是撤出的而且呢，王军涛再三讲说，这个一定要肯定学生的正义，
他的诉求正义，但是呢，也要干嘛？给政府时间，听着吧？哎，所以王丹同意了，周舵还问了一下，或者说严明富问一下，说那你的把握呢？他说把握70-80，哎呀，那不很开心啊？但是一到广场就坏了，一到广场就变成了是什么呢？这个你搞民主嘛，所以这里也是一个很荒诞，就是你搞民主的他并不懂民主，或者说他不用民主程序来进行决策，就变成我们广场只要有一个人不撤，我们就是不能撤，这什么道理啊？所以我就讲，就是并不是说学生没有撤出的机会，或者说政府不让撤并不是这样。我们的这个当时来讲呢，在体制内，我们知道从子阳下边是包同，包同下边胡启立、芮杏文，下边来讲呢严明富等等各方面，这都是我们体制内的改革力量、开明力量是吧？为什么这么劝学生呢？是吧？如果你不撤，是吧？那么你不撤的话，那就对不起了。谁去上台，谁去下台，我们体制那是很清楚的所以后边有没有撤的可能呢？也有啊，是吧？后边也有啊。这个别的很多人做工作，比如说严明富去做工作然后四通的这个万日南先生向他们这个民营企业做工作，我们这个包尊信也好是吧？严家琪老师也好，他们这些人也都是在做工作，就是做工作什么呢？就是你们学生要去撤，而且这些人呢都是学生所敬重的人，但是不行但是不行，就他的逻辑是在哪儿啊？就是我只要有一个人坚持然后呢我们就不能走。他把这种悲情当成了一种正义，是吧？是吧？把这种就是乌合之众的这种这个街头政治形态它当成了一个这个真理的守候我在讲6月。有人说，我想问您一下，有人说当时最坚定说就是不撤的，说是柴玲，是这样吗？对，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跟王丹不一样，王丹也好，可能凯西也好，他们还是很多东西还是愿意去谈，愿意去周旋，或者有可能有妥协的可能。那我想问您，就是柴玲的这个态度，您觉得就是我坚决不撤，我就要在广场上，那你觉得他是革命吗？也不是革命，他不是革命，谁都没有想到64的那种严酷的镇压。如果我想就是如果有责任的话，但分他有责任心的话，他如果说这么想，他会发生这个结果，是吧？他会开枪，他坦克会到天安门来，他会撵你们。他如果真正相信这个东西，那么他会撤的而且呢，我相信这学生就是说柴玲其实不相信他不相信的都不相信，不仅是柴玲几乎多大说就是属于大多数学生也好，市民也好基本知识界也好，都是不会相信最后会发生这种结果这一个前提。但是呢，又愿意尽快的把这问题给解决因为你的目的来讲，它是要解决问题是吧？刚才讲是撤出的机会。6月2号，刘晓波、周舵、高新和侯德健四个人到广场去绝食。他们不是给你这个学生，给你天安门广场这个就是占领广场是添油加火去了，不是他们干嘛？他们就是怕这种镇压。我既然劝你们不走，行，今天我陪着你们一块在这儿吧，我也绝食，我们绝食，好不好？我用这种姿态得到了你们的承认，
然后呢，我来整顿广场秩序。当得到了你们的承认，或大多数学生的承认的时候，我说话就有效了。我说话有效的话，那么呢，我再劝你们，咱们再走，那你们就会跟着我走了。等于是这么一个策略。哎，对，他不是，他不是到那儿去，哎呀，去鼓动学生啊，因为这个内情我太清楚了啊。那为什么这个策略最后失败了呢？就是还是没能撤走学生呢？第一啊，时间太短，6月2号、6月3号就开始镇压了嘛。因为啊，他的视角不一样啊。你当局来讲，他就认为哟，你看看，我得动手吧，再不动手不知怎么样呢。他认为啊，这个谁啊，刘晓波他们去啊，刘晓波他们去是抱着干嘛呢？整顿秩序啊。然后带领学生撤出广场，但是当局不是这么认为的。当局认为说，那你们现在来讲呢，到这儿去只能是越闹啊，这个事态越严重啊，所以来讲呢，6月2号啊，他们4个人进驻广场，6月3号就进行了镇压，而且6月2号进入广场，口号是什么？我们反思，我们忏悔。这是周舵啊，这个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上宣读的他们的绝食宣言。对，我们反思，我们忏悔。另外一个是什么？他们去就是要整顿广场的秩序，那广场已经没有秩序了啊，因为它已经都不是北京的高校了，它是全国各地高校全都去了，啊，而且那个派系斗争、争权夺利，在里边，是吧？这个我们讲是什么呢？他这个凡是萨特说过啊，凡是存在就是合理的，我特别相信这句话。为什么学运它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呢？我觉得不是道德问题，也不是认知问题，而是说是什么？它本身就是一种街头政治形态。街头政治形态，它就必然会这种表现。我打断您一下啊，就是您的这个画面还是没有恢复，就其实观众朋友看到的现在是一个黑屏啊，您这里，但是声音应该没有问题，所以您要不要就是我们用1分钟的时间啊，就是您退出一下再进入一下，看看能不能恢复这个画面。我又怕干嘛呢？我又怕我弄完以后呢，又出现新的对。应该不至于就这么黑着来了是吧？对，本身我就是黑人嘛，被黑的人，就是说他有声音也挺好，他有声音也挺好。但是我从我这儿我看我和看你都很清楚啊。对，您本地应该是能看见您，但是实际上这个您的这个画面并没有传过来。好，那就听声音吧。那就听声音。OK， 好啊。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问题啊。那实际上我想问您，就是说。因为像您这样的声音，我们平时很少能听到，就这样的视角，就好像是就是如果要求学生们也反思，就等同于是在替中共洗地，很多人都直接这么去划等号的，我觉得这个比较荒谬哈。那我想问您呢，就是您认为，就是6·4这个事情啊，如果从学生这个角度去反思的话，那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因为您看啊，我再补充一句，其实就像王丹呀、乌尔开西他们啊这些领袖们，他们不太会去讲这个东西，对吧？他们不会去讲说，哎，我们当年有什么样的失误啊、失策呀，我们有什么做错的地方啊，或者说我们因为到每年6·4的时候，都是更多的是在讲他们的经受的这些苦难，是吧？他们的被镇压的这些残酷。当然也很少讲到北京市民的这些牺牲嘛，对吧？那我觉得可能他们既然没有从这个角度去反思的话，那您来做一个总结吧。您觉得究竟我们从这个角度应该反思什么？我们反思啊，它就是这个一个就是属于回顾归纳是吧？然后呢，回顾归纳，然后就是自己研讨吧，就这样。我刚才讲了这个反思的定义啊，
刚才你讲这个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会吸取什么经验和教训啊？没有经验和教训啊？为什么呢？因为本身这个学运，我在说它就是一种街头政治形态。凡是你是街头政治，不是议会政治的，是吧？你不管是什么事情，不管什么群体，它最后全都是这形态，啊，这个东西不仅是在中国，是吧？哎，这个世界各地全都是这样。你比如美国60年代的这个属于学生运动，是吧？这个南韩的光州暴动，啊，很多东西它，这个。所以这里边来讲呢，那也就是说啊，我问你一下，那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当年中共没有开枪，啊，没有派坦克过来，没有镇压，没有开枪，那么这些学生按您的这个分类，他们还是在做一种街头政治，对吧？还是在那里闹啊，在那里反正好像也没有办法妥协啊，也不知道他们这个诉求究竟到哪一步可以算阶段性的胜利都不知道。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中共没有开枪，当年会变成什么样？您觉得？如果说不是走入这个极端或者误判，要了解内情的呀，这个街头政治形态，最后你既然不能腿不能谈，这个照也下去了啊，是吧？而且呢，这个是我们这个知识界啊，这个小坡也好，很多人又在继续做工作，而且参与的这些学生们，他逐步他也会有认知，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一种这个政治疲劳，都已经这样了，广场后边的广场都叫什么了？它成了自由市场了，它成了自由市场，所以这个6月2号，这个刘晓波他们4个人到那儿要去整顿秩序嘛，然后带他们撤出广场。如果就是还有时间的话，那个就是属于就撤走了就是基本就是就是我分析因为我那儿每天都到广场，我看到这种乱象，是吧？它不是一种组织化、戏剧化，是吧？在里边来讲呢，派系斗争、争权夺利，是吧？它这个性质，它已经是，就是它从集体对这个体制的，已经变成了一种内部的一种倾轧性的东西了，对。那么，所以来讲呢，他就会自己然后呢，就应该我相信这个小波他们他们会起到作用。而且他们的作用，这个不仅是长期的，就是如果不镇压的话，他们会能够把学生撤出广场带他们出来，回归一种秩序，然后呢，保持一种政治压力，然后呢，继续的进行这种这个社会民主化转型的可能性当然来讲，他肯定要进行这个政治清算，抓人那么甚至要判刑，是吧？不管学生也好，这些公知力量也好，甚至像我们这些人请去劝架的也好，都要判刑的。但是他跟这个镇压的性质完全是不一样。你判刑是个人要承担责任嘛，是吧？对不对？既然是你要去殉道嘛，你就是要付出是吧？那现在来讲呢，你不撤。那最后采取这种极端的后果，那死的多少人呢？我就问问我们这个学生死了多少，我们市民死了多少？我们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母亲们几百个孩子的母亲们，他们的现在这个冤案，谁又在关心呢？对不对？那么我再说。6月3号晚上到6月4号凌晨，如果没有刘晓波、周舵侯德健他们他们4个人，高鑫他们，后果是什么也很难说，那只能是死更多的人。正因为他们到那儿去是整顿秩序，他们的理性，然后呢坚决不允许捡来的枪也好，什么枪也好，这些人都眼都红了工自连的也好，一些学生好，真是我要在现场，我也是这样
我也会这样，我要拿枪我跟你们拼了，对不对？当然来讲呢，这个小坡，和这个周舵他们啊，就劝学生坚决不允许抵抗，尤其这个枪啊，他们把这个枪捡回来，枪拿来着，最后来讲，这个小坡他们都摔的。另外，赶快这个有谁啊？周舵他们和那个这在场的这个学生领袖们商量啊，现在得撤啊，但是怎么撤啊？奔哪儿撤呀？赶快去找戒严部队啊！这个过程找戒严部队啊，找着戒严部队了。戒严部队当时是个团长，然后他说行，他说哎，我是谁谁谁啊？侯德健为什么去？侯德健是个名人，他们拉侯德健就是名人啊！哎，这个当兵的一看，哟，周舵是谁呀？我不认识你哦，侯德健呢？他大歌星，认识哦，好，来了，怎么着？就是赶快跟戒严部队指挥部汇报啊，汇报说行，你们撤，同意你们撤，告诉你们在凌晨的几点，比如5点以前必须给我撤出，我们要清场，这一个。第二，你的撤出通道是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就是历史博物馆啊，像什么这边是西边就是这个前门楼子啊，东边这条就这个出入口直接到了2环了啊！你从这儿，我跟你啊，因为都戒严了嘛，我从这儿给你留一个通道，你们从这儿走。最后撤出啊，正因为有这个刘小波、周舵他们4个人在场，所以避免了更大的血案。我们也讲这个悲剧。哎呀，我们换一个话题啊，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啊，我们来聊聊呢，当时呢，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努力啊，还是避免了像您说的更大的血案，所以有一些人呢还是活下来了啊，包括您呢也参与这个后续的营救，那么也确实救出了很多人啊，包括后续的坐完牢出来的。其实您为这个事情也坐了3年牢是吧？我后边是我当时是6次我救他们以后后来抓我跑了嘛，隐名埋姓，我就跑到温州去给别人打工去了然后呢91年91年这边要审判然后呢谢小庆教授然后就找到我，就是属于因为我是和作家徐小斌还有谢小庆我们是通信联系的我的地方我是主动跟他们联系，只有他们知道，所以告诉我说现在要审判了，他说你是不是能够回来组织，因为只有你才有这种召集力我说我必须得回去以后呢他就先谢小庆教授他就先和谁这个有关部门联系好了说我要回来那么他就陪我就到了公安部门我是先做好赌一把先做好蹲监狱的准备带着书带着什么的洗漱用品带着这个行李去但是来讲呢，他们最后跟我谈的话就没有就是给我一周的每天去报道去谈话公安部的也好反正各个部门的吧他主要是问这个事情的这个过程我为什么回来？因为什么？他们马上就要审判了，是吧？所以来讲我回来就无所谓了，所以我就跟他们讲，第一这学生也好是正义的，你政府这个镇压，说实话，你们就是法西斯你们就是法西斯那么呢，人家就说了，那既然是正义的，你为什么要跑呢？是吧？这问题是不是很刁钻吧？我说我跑为了做人呐这时候他就听不懂了。他说为什么要做人呢？我说我不跑的话，我被你们抓住了，我肯定不会出卖任何人，我肯定还要跟你编故事。你们希望我这么做吗？我在你眼里那是好人吗？他说我不希望这么做希望你能够如果说抓着你，希望你能够对政府如实的坦白交代，不要欺骗政府。好，
我说那如果说我不跑被你们抓到了，我一定会欺骗你们啊，保护我的朋友们。第二，这个我如果不跑，是吧？被你们抓到了，我的朋友是吧？被你们抓到了，我说我先进来的，我说不清楚，他们不会站在我的角度会考虑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这么一说，他们就认为，哎呦，我说的是有道理的，我说的，他们是正义的，不要还都是朋友。我说从我的这个道义也好，江湖义气也好，哎呀，我说他就是一个强奸犯，如果被你们通缉的，我说我这道义上啊，我说我这个，我都要管，我这话都说啊，一定要把这话都要说，确确实实啊，这是我的心态啊，我不要说他们是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啊，我觉得我这很荣幸的啊，所以确确实实啊，是因为他们的事情都闹清楚了，我是作为一种道义救援的，清楚吧？那为什么还要判您的刑呢？判刑是后边，当时没有，当时来讲呢，就是我有2年多，就是抛妻弃子啊，离家跟家里没有任何联系啊。那个我的太太，然后抱着儿子，我当时来讲，我儿子也就刚半岁嘛，抱着回去回到哈尔滨吧，然后靠着是什么酒店弹琴生活嘛。是这么的，他就也问，他说：“哎，你这个2年想不想啊？”我当然想了，想。他说：“那你就先回哈尔滨吧。”那回哈尔滨，我说我买不到票啊，买不到票。他说：“到时候我们给你买票，行。”这个就是属于这一周，这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他就是没有，就是不会再抓我，不抓我也不会再判我。为什么？因为是大背景。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共产党的仁慈，而是说你的大的国际政治背景的压力，所以来讲呢，他就是我就是属于没有被判，但是当时要抓的话，那肯定要判啊。那么反过来这些国际背景压力，那么他们有的是被关了1年多陆陆续续又放出了很多人没有判那么最后还要做个秀，要进行政治审判。那么我回来，我觉得我赌对了，是吧？那既然你没有既然你现在不收我入监了，我马上我就躲起来了，躲起来我就召集嘛召集这些人找律师，张思之、张老，是吧？孙亚晨、吉素婉、高晓峰等等这些律师，给这个王金涛、陈子明做辩护人。当然了，还有这个过程中也见了很多的受难者的这个家属你比如说王丹的这个妈妈是吧？这都见过原来以前的他们请的谁张老张老给做辩护，张老没有接这个案子张老没有接我们这里边还有这个包尊信是吧？我们这里还有一些以后还有一些在秦城关着的都出来了。那后面为什么又还要判您？是为什么？我是后边判的是人给你记这笔账，清楚吧？那么我后边来讲呢，官司打完了以后这个官司打完了以后，我又赶快干嘛呢？折腾嘛，就是说，办工厂也好，什么开公司也好因为我是一个这个搞这个经营管理的然后呢，我原来在我们这系统我也是作为这个行政系统的这个所以来讲呢，这个93年吧因为我那阵儿挣钱的话，还是要对这个海内外是吧受难人士救助，包括他们的家属这是开放性的。另外一个，很多人是吧，包括外地的也找来是吧？找来，因为这个找来，我就要尽我的力量帮那么呢，王丹是在93年5月吧提前释放的。然后呢，他妈妈又找到我嘛，后来王丹、谢小庆然后王志宏就是属于
陈子明的这个夫人嘛，一块在他们家旁边那个饭馆吃个饭吧。他妈妈就讲啊，他说那是你救了王丹一命，他说现在我不放心，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还要把他交给你啊，来进行一种保护吧，就是说属于我知道后果啊，但是来讲呢，我觉得这个我是吧，这个还是就是要做这个事情啊，我还是要做这个事情。这个呢，我有一个小文。就是王丹的妈妈呀，这个去世的时候啊，他们，这个把一些这个文章什么的给我看，我看有些回忆文章，有些过程，这本书啊，我也都给修改了一下，因为有些过程是错误的啊。那么呢，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啊，就是等于纪念王丹妈妈的这么一个小文吧，整个经过。所以王丹来了以后呢。然后呢，以后我很快把王丹就又给抓了。那王丹抓了以后，我就是一个后边资助嘛，不仅是王丹、王金涛、陈子明，这些人，而且呢，我还就认为自己做的事很正义。那我自己的公司啊，我还有一个名单，就是这个救助名单，我救助名单呀，是每个月定期啊，这什么家里啊是发钱的。是吧？因为他会计还给做，那所以人家最后抄我的话，人家这都成证据，成你的罪证嘛。所以这样呢，判了3年啊，这个判了3年啊，这个判决书都是很荒唐的，这个打着以这个谁这个以给这个王金涛、陈子明等什么的人员什么名义啊。开工资什么的，所以这就是政治资助啊，所以3年吧，3年，3年。好，那我问您一个，我们进入这个下半场啊，有关于您的这个另一个暴论啊，就是说这个跑到海外的这些8964啊，所谓民运一代哈。包括这些海外后来成立的陆续的这些民运组织，那您有一个观点啊，认为他们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从这个角度给我们讲一下吧，您为什么这么看？这个先说啊，这个民运的概念是吧？反共的概念，这个这要区分清楚。所以民主的概念。民运的概念和反共的概念，这是不同的概念，是吧？那么我们讲是什么呢？你反共不意味着你就是会实现民主，你反共甚至说，不是为了民主，民主是吧？不意味着你就是民运，民运呢也不意味着你就是。民主你就懂民主啊，也不意味着对，也不意味着你就懂民主或者就为实现民主，对，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概念一定要分清楚，而不是说我反共了，我民主，我要民主了然后呢，我是参加民运了，我就站在一种什么道德高地了，不是。它不是一个道德的概念，它不是它是一种理念，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机制，是吧？但是如果你给它偷换概念了，现在我打着反共，我打着民运的旗号我就是所谓的正义性，作为一种正义的代表、正义的化身了，这本身来讲，你就是把反共庸俗化，你把民运异化，所以我们后边以后这几十年海外民运组织出现的这样的事情、那样的现象，那就顺理成章了，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你搞民主的你不懂民主呢？你们在西方社会这个民主宪政的国家你们在这个文化土壤里，在这样的国度里面。你们有这么高的学识，你们又置身于这个民主这个事业，可是你们自身怎么
没有半点儿这个民主的影子呢？是吧？对不对？所以我就讲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要摆不要摆这个反共和民运作为一种道德这个作为一种道德的旗帜不要第二来讲呢，这个真正的民主是吧？先从自身的组织机制建立起来，你比如说观念是吧？这个罗伯特议事规则，对吧？然后呢，我们的组织、我们的纪律是吧？我们的信用我们的文明包括我们讨论问题。你看我们海外，我也看了一些，哎呀，听了一些听不下去的，那互相人身攻击、谩骂，然后包括现在这个所谓的，我为什么说你这个反共庸俗化呀？不是你站在街头你骂共产党行了，或者你骂某个人，或者你还骂某个人的老婆，对，女儿，这是不对，这是民主吗？这是野蛮。民主是代表一种文明的社会秩序你们用一种野蛮的那种话语、野蛮的这种行为作为一种宣泄你把这个当成一种民主，这是对民主的亵渎所以我就讲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从概念上已经清楚了我们民主是一种价值观念和个人权利是实现多数人意志的规则但是来讲呢，这个民主它不是一个信仰它不是一个信仰，它是一种实现利益的范畴它是实现利益的范畴所以来讲呢，你如果把民主当成一种信仰，它又是一种概念错位，是吧？你当成信仰，它就有一种崇高的东西崇高东西它就有一种道德，它给你归纳到一种道德体系上去了，不是，是吧？它就是一种利益范畴，它属于利益范畴那么有些人如果说你对这个民主它不是好的制度，它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人类社会还没有建立一个完美的好的制度呢，是吧？它是最不坏的制度。你记住 ，no good is bad， 是吧？这个区分很重要这个区分很重要。这话还不是我说的，这是丘吉尔说的所以来讲呢，就是如果说是任何人他打着一个民主旗号，站在一种绝对的真理或者绝对的道德高度来表现的话，那这个本身是他认知的错位是他认知的错位他根本不懂什么叫民主那么因为现在海外的这些反贼包括一些民运就是他们其实已经把真正的民主就简化成一种就是所谓的造反推翻，一种情绪动员是吧？然后包括一些口头上的行为上的这种暴力他们认为只要是反共就是在支持民主，就建立了这种其实不应该是建立等号的关系，是吧？对，这里边对。这里我是不是可以纠正一个词汇反贼我那个曾经在很多场合我听的这话很早我就是纠正过这句话反贼嘛，反贼现在成了一个调侃也好或者说自我称谓也好，或者一种这个群体归纳也好，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词作为这个海外民运群体，或者说你这个民主人士也好，是吧？甚至说你反共的人也好，是吧？不是贼，是吧？如果说别人给你把你当成这个反贼你还要拒绝。那如果说我们以反贼如反贼还当成一种政治符号，这是又是我们
自己认知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过去有您真是我的算知己了啊！这个事情您看啊，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啊，是我这个频道的第1158期节目啊，1000多期节目。我在3年多前，将近4年前，我刚开始做这个频道的时候，我第一期节目说的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观点。我就说，我不认为我是反贼啊，第一我不是反的，第二我也不是贼，对吧？然后呢，其实这个观念我这3年多我一直在说，所以但是刚才我为什么还会提到呢？因为我没有说我是反贼，或者咱们是反贼，我说的是他们啊所谓的反贼，就因为你纠正不了他们。对，太多人张嘴就是啊，我反贼怎么样？反正至少我能做到，就是每一次有人把这个词儿、这个帽子扣在我头上的时候，我肯定是反抗的，我肯定是拒绝的，就是我不认为我是反贼。但是太多人自认是反贼了，所以这个语言已经被污染了吧？我觉得。当然了，我觉得您刚才提的还是挺好。对，我们还是应该。对我说这个，我知道是啊。你肯定不是啊，这个认可这个，但是我觉得他在海外民意圈啊，因为咱们不是，就是我跟你的身份认同是相同的，我是民主人士，我不是民运人士，听懂吗？民主人士是价值的守候，啊，民运人士是一种政治参与，啊，完全2个不同的社会身份，我一直。你看我在这个黄河边老师的频道上也好，在这陈小平原来最早做的也好啊，频道做的也好，我都是干嘛呢？就是说我是民主人士啊，但是我不是民人士，我可能我的资历啊，或者我现在自己的认知啊，或者我的能力啊，还都不配吧。反正我就是是吧？这个当然是你说完。我接着说一下，然后呢，但是来讲的这个是什么呢？那你为什么你从这个76就开始就参与这么啊？我说我跟你讲，是因为你赶上了这个时代，你赶上这个时代，你所做的事情是你个人的一种价值啊。我就这么一个人，所以我就要做这个事情啊，以后你不会后悔啊，就这么简单。是，但我觉得您说您自己是一个民主人士啊，但是不是民运人士，但是无可争议的是呢，您从76年4·5运动开始啊，整个80年代，然后再到8964，再到8964之后的这些救援，包括对这些人的家属的救济，包括您自己也入狱3年，再到这些年到海外啊，对于海外民运的这些观察，实际上您真的是横跨了好几个时代的这个民运的历史，对吧？哪怕您自认不是其中的民运人士，但您也在其中起到了一种桥梁的作用吧。我就想聊一下那个，您有一个观点啊，我觉得我特别感兴趣，就是您认为，这些海外的民运组织已经没有办法在未来中国的这个政治转型中起到什么作用了，或者起到什么影响？您认为他们已经起不到了，他们只留下了一些历史的记忆。这个观点，您能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对，刚才你就已经点了这个问题了，是吧？那么就是我们的海外民运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刚才我就先从我们的这个民主和民运的概念是吧？我刚才就是这个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讲就是我们这个海外民运它这个将来以后对中国的社会的政治转型不会起到这个主导作用或者不能起一些作用吧，因为它早已经是一种远离故土的变化的群体。这一个我们从第二来讲呢，我们的民运是吧？这个民运它是分阶段的，民运是分阶段的，不同的阶段它是不同的参与群体的，不同的参与群体它是构成了不同的这个政治素质的那么我们就先说
这个76以后89以后呢，就是这个08年竞选完了以后，就是改革嘛，体制外的这个改革力量或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最后来讲促成了最后发生了6·4，发生6·4，这个流亡出来的人和以后做政治交换被送出来的人，是吧？这批人都是抱着理想他们这些人都抱着理想的他们是为自己的这个信仰而奋斗而牺牲的，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西单民主墙是吧？这一代王金涛这个后边送出来的是魏京生先生对吧？以后这个还有是这个严家琪先生苏绍智然后还有这个作协的那个主席陈一之，就是马列所的所长陈一之等等，包括我们最大的一个民营企业家万南是吧？万南先生出来很多，包括我们这些学生跑出来的这些学生领袖他们的素质都很高，他们都是抱着一种理想抱着一种信仰，他们为之付出奋斗的这是我们第一个阶段。这样以后组织的民阵呀、民联呀，这个组织是吧？对对，但是来讲呢，我们10年以后后果是什么？这个群体散了，要不就退出了要不就这个边缘化了，就是互相排斥的边缘化这里边现在坚持的谁坚持的我觉得还是这个王金涛他们这个还有宋书元先生宋书元是谁呢？那肯定有些人不知道，他就是6·4过程中就5·19戒严的时候，这是飞虎队就摩托车队自发的他是召集者、组织者，你想想对，都是这样，你知道吧？这个你现在来讲比如说这个还有是魏京生先生他们的很多王丹乌尔凯西这些人还都是在坚持的。你包括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陈为民是吧？这个陈维健他们我所认识的吧这个他们都坚持在这个一线都坚持在一线，但是大部分都已经干嘛？要不就退下来了，要不也已经过世了对，要不就过世了要不就是给排挤为边缘化了。我说的是这个8964所流亡出来的和作为政治交换，王金涛也好，这个魏京生也好还有一些作为一种政治交换干嘛呢？给送出来的就是或者说也被逼出来的这些人。那么我讲这个民运的群体第二个阶段是吧？第二个阶段和这个主要的人员构成是什么呢？法轮功法轮功的这个政治迫害信仰迫害，他们出来这里来讲呢，他们在国内他们不是搞民主，他们是自己的信仰自由或者自己的这个健身自由但是来讲你的政府他就是要干涉你是吧？要逼迫害你是吧？把他这个作为一种邪教组织来什么？这因为你组织化了嘛所以我就说这个中共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江实际做了一个大托做了一个大托是吧？你要如果有点政治智慧的话，你摆我们这教主是吧？你给他一个什么政协也好什么给一个位置，然后他们这些基本上你法轮功也好是吧？那个时代产物，大家见是有什么不好的呀？你怎么把它干嘛归纳于一种政治组织了？
这就是我们体制本身的问题啊。然后呢，你这将做一个大托，然后这个国际社会认为你这就在迫害啊，是吧？你这迫害啊，侵犯人权嘛，侵犯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所以这些人出来，跟民运无关，跟民主有关，民主是权利嘛，是吧？你剥夺了我权利，但是跟民运无关。民运来讲是什么呢？它是要实现一个啊，它的目标是实现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社会啊。但是我们的这个第二波的出来的，我觉得啊，你包括以后的寄生的、拆迁的，对这个个人利益侵犯的出来的这些人，他们是维护个人的权利，是吧？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讲后边这个阶段是吧？就是在海外的就更清楚了。那大多数是出来是要寻求自己的自由生活，走线也好，出来也好，或者找理由我出来我理由我就不走了，这个东西都是个人的选择，个人的追求，无可厚非。那只要是什么呢？只要所在国能接受你就行了，这是个人的事情，他人无权评价，他人无权评价啊！你走线来的。你不是为了民主，你不是为了这个推翻中共啊，你出来的你就不行。这个东西，这叫什么道理啊？这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人往高处走嘛，他选择自己的生活有什么错误吗？没有。可是问题是在哪儿呢？要得到身份，又要以反共和参加民运的这个形式。来获得正辟身份，这个东西来讲呢，就涉及到了是什么呢？个人的道德问题了，是吧？如果说你自己出来这个原来我在美国也好，在这个哪儿，我在这个海外也好加拿大也好，新西兰是吧？澳大利亚是吧？欧洲都见过这些出来不回去的打黑工的也好。在这儿，就是黑下来的也好，或者说以各种其他的方式，用自己的本事就完成这个身份认证了人家没有任何的打着一种就是说，民主参加民运受迫害的旗号，不是所以来讲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民运群体跟我们的第一波是吧，就是完完全全是不同的那么既然是你们这个都是一个利益诉求的，个人利益诉求的，并不是一种民主社会为民主社会建设而献身的，那你觉得中国的民主社会转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另外，就是给你机会的话，你们有能力能承担这个历史的责任吗？我们现在这个海外这个民运上，我是在旁边观察呀，越来越观察越失望，越观察越失望，真是越观察越失望。你们有什么资格？就现在就是你们有，甚至我都提出这个问题，你们有什么资格去反共呢？因为你们甚至做的一些事情比共产党都恶劣比共产党都恶劣呀！你还没有成事呢，你们还建这个国建那个国，你还没有成事呢，你怎么就能动员全世界海外什么人就是围剿这些民运人士呢？你就给他定罪中共的特务、中共的间谍，就到人家去围剿去就像郭文贵他们做的，对就是你凭什么呀？你们中国进行这种诈骗呢？他是民主吗？搞这个所谓的这个国那个国卖假身份证、卖假护照，这不是诈骗吗？对，这是诈骗呢。这跟你反共和你什么民运有关系吗？我不管你是什么人，我不管你所谓的资历多老，你做这个事情就是一个诈骗行为就是一种诈骗行为，对不对另外一个，你现在这个国那个国，现在人家
总统也好，总理也好，这个新年贺词，我的臣民们，哎呀，你就听着这话，我们是要搞，你要推翻共产党，为什么要推翻共产党？你觉得共产党是集权专制，可是呢，你要复国什么的，复这个国，复那个国，是吧？你现在来讲呢，就已经发护照、发身份证、发这个发那个，动不动下边都是你的臣民了啊！那你讲讲是不是很荒唐、很可笑啊？所以我就说，海外民运啊，我们海外民运啊，我尊重这些为之付出牺牲的人，包括到现在为理想、为信仰啊还这么奋斗的人，我因为这很崇高的啊，这是很崇高的，但是。从我们整体的来讲，是吧？这个中国社会的转型跟你们所谓的海外这些群体没有任何关系，你们早被边缘化了，你们也没有这个素质，也没有这个能力啊。中国社会转型还要在中国国内的我就讲是吧？它有这个资源体制的，是吧？然后呢？他能够，我还是强调，不要革命，还是要改革。为什么呢？革命它是战争，是分裂，是死人，我们改革化，它是应该是有序，渐进的，然后呢，这个过程完成，这仅仅是我们的希望，这仅仅是我们的良好希望，就跟我们。这个8964整个学运过程之中，这良好的希望和期待，但是历史它有它的命定性，是历史有它的命定性，历史不是人创造的，我们是历史的过客，我们不是历史的主人。可是我们海外民运这些人都把自己当成创造历史的主人了、英雄了，还作为一种英雄叙事。这本身就是本身这又是一种自身的角色的认知的错位当你要认为自己就能够这个改变中国这里边我看了有什么改变中国的什么什么人动不动这个东西甚至认为自己将来会主导中国的历史走向，这个人我跟你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在新兴的这一代人我们讲新的这一代白纸运动出来的这些年轻人那就是以这个李老师不是倪老师为主的您应该知道这个人吧？就是李老师我都知道就是包括他们发币包括发币之后这1年多干的一些，就是可能策动国内的一些学生或者一些工厂的工人，反而向他们投稿，然后他们组织一些活动什么的就这些做的这些事情，您怎么评价他们？您觉得他们是一个新的民主力量或者民运力量，还是说他们做的事情您有什么看法吗？我说了每个人他所做的事情这都是他自己的个人的权利和选择，尤其在海外，是吧？那么呢，我对这个事情我不评价，因为这是涉及到个人的一种权利和自由，是吧？对，但是我没有出国以前，我是对西方社会并不太了解认为是一个很完美的社会出来以后呢，觉得这个社会有这个社会的制度，有这个社会的问题单说，我没有出来，没有这个在这么多的华人圈然后你比如说你的同乡会也好，你的这个校友会也好，你的是这个什么的诗歌群什么这个群那个群也好，包括民运群，是吧？如果你没有通过这个了解我们这个华人，我真不了解中国人。我出来以后，我才真正的了解了什么是中国人所以来讲呢，我觉得这个海外这些人，你说
你发币也好，是吧？然后呢，你搞武装暴动也好，是吧？然后呢，你建国也好，发护照也好，卖身份证也好，你们这都是你们自己做的事情。如果在海外，你没有触动他的这个刑律，是吧？没有触动他的刑律，得了，我们就无权评价和干涉，但是我们心里很清楚。这个郭文贵是吧？被判了30年，到现在，所谓的他这个国的这个国民还都认为是中共深层政府主导了，美国政府、美国法院对郭文贵的迫害。哎呀，我听到这个逻辑，那我说那我们更要赞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了。他真是美国这个国家，他都给领导了。深层政府他都什么了？你们是不是在从另一个角度就是在颂扬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我们海外的华人圈也好，海外的民人也好，实际上自己在做的一些反正的事儿，反向证明的事情，对不对？反向证明那。这个，你包括你包括这个谁？你包括我们在说这个，再扯回这个64是吧？64就是一个革命很多人坚持认为就是革命，就是推翻政府。你看看徐勤先是吧？这个38军的军长，这人家抗命就我说的这个是什么呢？徐勤先抗命是他个人的道义，但是他绝对不是什么呢？他认为这就是政变。如果是政变的话，他是一种组织行为，他会带着军队干嘛呢？我来进京，我不是对学生的，我不是对市民的，我是对你干嘛？对你中南海的，这叫政变。但是来讲，我军长，我凭着我自己的良知和道义，我抗命，这是个人价值的选择，是吧？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要认识一些事情真的要从概念开始，好，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我们也基本接近尾声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您接着您刚才的一个话茬来问的您刚才说呢，可能未来改变中国这个整个状态的还是要在国内这个力量还在国内。海外的这些我们就不聊了您说了，反正都是他们个人的一些选择，是吧？歪了斜了的随他们变那么好，基本的力量还在国内。那我想问您，您觉得未来在中国，这其实很多人会问就是还有没有可能，再爆发一次8964这样的学运或者这么一种运动？历史是不可重复的，历史也没有是可能的，更没有一种历史的预判。如果谁要对中国未来有个预判，这个人他就不是人，他是一个神了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问题是上帝的问题我们只能是什么呢？回顾、反思、觉醒，然后呢，有一种美好的愿望。我的美好愿望真是不是说我出来了我现在的日子过得不错，我就不会关注国内了，不是，我就希望国内干嘛呢？就是能够就是完成中国社会的民主公民社会的转型，使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人吧他能够安居乐业，能够过上这个安康幸福的生活，不要发动战争，不要有新的那种就是属于社会的动荡动乱。这是仅仅是我们的一个良知的祈求或者祈祷，仅仅是这儿，是吧？但是来讲呢，中国这个社会，几千年的文化土壤，这个走的今天这样它有它一种历史的命定性这个你的愿望是吧？你和你的这个结果不见得是成正比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中国的社会变化啊，任何人没有资格妄断，不要去给指明什么什么的道路，是吧？不要跟所以说海外名人这都是伟大领袖，全都干嘛呢？全都为什么是吧？全是指南针是吧？全是指南针。你看我们说哪儿就哪儿啊。这个另外我再补充一下，为什么这个6·4它是改革，它不是革命的？你想想，这个5月24号，余承东等3个湖南青年给这个天安门城楼给他泼了墨，是谁给抓的？是谁给扭送到公安部门的？那是学生啊！我也听到了一些说，我们怀疑他是什么呢？中共的卧底破坏我们什么？我就想，破坏你什么？破坏我们的这个运动的这个纯洁性。那你纯洁性是什么？我们不是针对体制的，我们不是针对伟大领袖去的呀。这从这儿的角度又证明了，我们的6·4学运，它的初始和过程就是一种改革。对，所以它就是一个改革，它的手段，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些结果，以及是不是应该妥协等等，它的方式，你就不应该是按革命的方式来操作。对，这里边就有很多的矛盾OK， 这我觉得今天您已经用了很多的这个论述讲得很明白了。好，那我就问您最后一个问题作为我们今天这个对话最后一个问题了。虽然刚才那个问题就说未来中国还有没有可能再爆发一次8964您当然您已经用很好的回答我了，但我还是要在这个问题上追问您一下我们假设不是说爆发跟8964一样的这种学运我们假设未来中国无论是学生上街，还是工人上街还是知识分子上街，是以革命的形式说我就是要推翻中共的统治，还是说以改革的名义说我要跟你政府谈一谈我有不满，我有一些诉求，你满足我这个诉求我就撤了，不管是什么，只要爆发这种群体的聚集或者再次有这种一个契机的时候，我是想在这个假设之上问您您作为一个经历了这么多的一个过来人您对未来的这个下一代人甚至有可能已经是下一代的又下一代的人您想对他们说什么？哎呀，我觉得我们都老了，确实这个现在海外民运也有很多有一些人呢为老不尊这个也还都在指点江山。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我觉得我们这些年轻人嘛，他们是有思考然后呢他们有这个独立的这个见解他们生活的时代跟我们这个时代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与时代合拍，与时代同步的而且他们也抱着很大的这个对未来抱着很大的这个细心所以他们也做了很大的一种投入，包括你的这些听众们包括我所认识的一些年轻人我从他们身上似乎看到了我活下去的勇气这一个。那么第二来讲呢，我还要讲就是中国的社会转型主要是要源于体制内跟体制外的什么的，像你这个你体制外的是所谓的这个就是属于你是学潮也好你是公运也好或者说你又是农村是这个农民造反也好这是外化的一个诱因但是真正的它不是作为这个社会转型的决定对，它不是这个社会的转型的决定力量。我跟你谈的是这个，所以清楚吧 ？OK， 听得清楚。所以来讲就是说，对您继续，
哎，又有点断了，我们这个看能不能坚持到最后。今天真是事故频出。Hello，能听见吗？好，我们现在声音断掉了。我们稍微等一下啊。我能听见您那边的一些杂音啊，但是听不见您说话。您可以试着呢，是不是听不见我说话了呢？我们稍等一下啊，应该看看毕先生能不能再次连接进来啊。实际上刚才他讲到，我听明白，他觉得未来中国的这种转型，肯定是想避免革命，是吧？避免这种更大的混乱和更多的这个，不只是人命的牺牲啊，更大的是一个因为革命带来的这种破坏，你可能之后要在一个废墟上去建立啊，这个可能是很麻烦的。好，又看见您了，哎呀，掉线了。对，我就说嘛，您刚才重新连一下这个画面就可以恢复了啊！哎，又黑了。对，有声音吧？有声音，那我们就把最后点说完吧。啊，没有画面就没有画面了。有声音啊。对啊，所以我就讲是什么呢？就是对您刚才讲到，就是说实际上还是要靠体制内的力量，对吧？因为外面的这些力量，就像您说的，只是一个诱因。那体制内的力量，可能就我们其实很多人理解的是在一个动机上啊，就认为什么能够给这个体制一个动力，说他们想要去改革。很多人是在这个动机上去聊。动力上去聊，我觉得您聊的不是这个点，您聊的是一个结果，就是由体制内所牵动的这种改革改变，可能才能够从结构性上去给中国带来一个可能相对好的结果，是这个意思，对吧？对，是对。你具体是什么诱因啊？什么的，这个东西，这不是我们对，我们这不好猜，不好猜，也不好预估。这不是猜的问题，这是，这个东西来讲呢，从我们的历史所讲偶发的事件是什么？偶发事件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的一个动荡这个都是就跟我们明天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儿或者说我们明天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不可测一样。所以不可测就是我们超越我们个人的主观的意念。那么我就讲过这个6·4·37周年以前的这个诗人我这6月的诗就写了，最后就一切都不可预测，不可预测，不可预测。好吧，不可预测不可预测。那么就是可能刚才还有一个小问题您没有，您还是给我们的后来人吧您在下一代或者下一代的这个中国人还是您希望您最后说句话吧，寄语给他们有没有什么想说的？那个我觉得就是还是能够有专业的知识独立的人格，然后理性的思辨道德的自律，规则的遵守，使自己能够完成一个公民社会的公民角色。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差不多就做到这里了，毕先生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口述的这些历史，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我觉得对于海外华语世界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视角
和一个思考的深度啊，我非常感谢你，然后也邀请您啊，之后还有机会的话再来做客啊，我可能就不像今天今天是这个网络状态太奇怪了，太奇怪了。我们希望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啊，足够的包容啊，我们这个网络出这么多的状态啊，那就今天就做到这里了啊，感谢毕先生啊，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的听众啊，这么花这么长时间听我这胡说八道啊，好，没有，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好，那我们就都下线了啊。好，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啊，嗯。